哎，就刚才我老公跟我姑娘玩飞镖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事故，但是他现在毫不知情。正好想起来，就曾经我老公来到东北大铁岭，跟铁岭退休老头掰头乒乓球，让人老头给裤裆都给掰开了的故事。你以为我能告他呢？我没有那么爱他，我就回来着急给你们讲故事来了。就咱中国人不讲究一个谦虚嘛，对吧？一身武艺，平日只言3分，想我低调人生，江湖多险，哪天狭路相逢，让你面对疾风，对吧？这种心思咱们都是懂的，对吧？但是很多外国人他不懂。我老公呢是不懂中的尤其不懂，就是中华小不懂。所以当时来铁岭，哎妈，闹老笑话了，就让铁岭人民收拾的哈，就一身功名尘与土，好汉玩到开裆裤。第一次就我二姨夫问我老公，你会游泳不？我老公说会，游泳是我强项。你会吧，二姨夫？我二姨夫一听你都说你真厉害了，那我咋说？我二姨夫说我不会，但是我能飘着。我老公说那咱俩学游泳去啊？我二姨夫说行，明天早上我来接你来。结果第二天我老公这泳衣泳镜就一套装备都带好了，以为能去哪个那个游泳池或者会所呢，结果一下车柴河水库。我老公一看，哎呦，这游法太原生态了，那他也不能说现在下场人，那多丢人呢，就赶紧开始换泳裤、戴泳镜，然后让我给他涂防晒霜，因为这不户外嘛，他不白人嘛，就他一晒伤就秃噜皮，可吓人了。完，我二姨夫说，我黑，我从来不晒伤，完自己就朝水库走去，人家都没换游泳裤衩，就是人家就平时日常的，就是2期双用的，然后就进去了。然后我老公这边用了我一整瓶防晒霜啊，就完我这防晒霜也是油大，完他抹完之后就是漂白，一堆肉往这水里头一趟，哎呀妈，就老像那个就汆白肉涮开水，自己带一圈油花进去。完我二姨夫也是真有神功，就你看不出来他动弹，就是静悄悄的前行。然后我老公呢这家就是自由泳，就咔咔咔一顿掏。完他俩一黑一白，你搁顶上往底下看，你就看这个老像东北名菜，就汆白肉炖血肠，就看这血肠基本不动弹，他汆白肉一顿翻滚。最后他俩终于游到就是水中央了，给我老公已经累瘫稀了，就已经不行了，就搁那憋着等着我二姨夫说咱俩折返呢。结果我二姨夫气定神闲的停下了，问我老公，哎，你们加拿大这些年就是 GDP 主要靠什么带动？我老公，二姨夫你先告诉我咱啥时候折返呢？我二姨夫说的啊，我寻等到饭点呢，等到饭点呢。完这事儿过了好些天，我老姨夫问他，你喜欢球类运动不？咱俩打球去啊？会打乒乓球不？我老公不长记性呢，告人家我会呀，你呢老姨夫？我老姨夫一看你都说你会打了，完人说的啊，我不会打，我就是我可以给你当陪练，咱俩可以玩玩。结果到了那地方以后哈，就我老公让我老姨夫给削的，咱这说吧，他就没站起来过，就根本到那不是练球的，就是练腰的，就满地捡球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哈，就发现我老公开始秃顶了，因为他给我们的就那一个视角。这时候周围哈就开始有一群就退休老头过来围观来了。哎，这群老头一看体格都老好了，一看就早晨上山就练嗓、甩手、撞大树那群人。我老姨夫收拾他收拾的哈，就我老姨夫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就说的我累了不玩了。这时候出现了一位70岁老头，就这一身哈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描述的画面，就上身是被岁月印染的茶色跨栏背心，半透明，后边印着个东方红合唱团，底下是按照脚蹬裤裁剪的紧身红衬裤，脚是踩着一双早市爆款球鞋就过来了。我都70了，你打不过他，你打不过我吗？要跟我玩2局啊，小伙儿！虽然说俺两口子都属于就是脸皮比较厚的人，但是我老公当时被削成那样，也稍微有点脸皮，脸上有点挂不住了。完一看这事情有转机，天派七旬翁带我震雄风，说的行，那咱俩玩。结果这老头哈一上场的时候一摸肚子，啪一下这么一弹，他这个紧身红衬裤的松紧带，我当时我就预测到了，这厮身手如野鹤，我方胜负很扑朔。因为在东北哈，就论经验而谈，有一些存在你是要加小心的。这些存在就包括5箱毛克的大喇叭，不用广告的印刷术，胆小老太太的小药箱，退休老头的红衬裤，这些东西都是超能力的载体，是奇迹孕育的摇篮，你都得绕着走。结果不出所料，不到2分钟，人老头咔一个反手，我老公咔加一够，裤裆咔就撕裂了。那一刻我老公明白了，人生有一种惨败，叫蜜蜂赴疆场，漏风归故乡。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因为圣诞老人给我加拿大婆婆惹过急眼了，气直高高的故事。我婆婆吧是一个活得特别少女的一个人，平生最喜欢俩事儿，一个是过圣诞节，一个是看迪士尼。然后每年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过圣诞节的日子。你看她平时那么节俭的一个人，那每年往这棵树上花老钱了。那树上是我婆婆天花乱坠的铺张，树下是我公公破财免灾的心伤。那家伙是酷炫的，再炫一点就应该直接安个地颤了都。总之他就是倾尽所能吧，就保持这个童话的真实性，让孩子相信。而且不光是圣诞童话啊，就我们每次去他家，就电视上就放的电影就都是就是王子与公主的美丽童话，就循环播放。但你说这也无可厚非，你说奶奶也不是坏心。
但是呢，去年我们去过圣诞的时候呢，俺家孩子已经3岁半了，他就开始有一些疑问了。关于圣诞老人的传说，本来不应该是就是说的这个圣诞老人，大半夜的顺着你家那个烟囱就进你家屋了，然后从他这个大袜子里头就拿出来一些给孩子准备好的那个礼物，然后放到圣诞树底下，然后他走了。第二天早上孩子们醒来，上圣诞树底下一打开，是圣诞老人留下的惊喜嘛，对吧？然后我婆婆把这个礼物都包好了，放到圣诞树底下了。我姑娘醒了就开始拆，但她现在不有点大了吗？她一边拆，她就一开始思索了，就开始问了：奶奶，这个圣诞老人是怎么进来的？她奶说的，从烟囱顶上下来的。我心里就寻思，你说这圣诞老人啥体型？你家烟囱得46以上的他才敢进行投放的。再说你家菜得多硬啊，整个46烟囱多旷啊！但我憋出没吱声。完，我姑娘又发问了，你说奶奶，那这圣诞老人他一天晚上谁家都去，他怎么做到的？然后婆婆说他有小精灵做助手。我当时没憋住，我说哎呀妈，姑娘，你看圣诞老人那体型，一看就3高，就他早就找那个承包合作商了，要不然就这体格，别说满世界到处跑了，就把铁岭送遍，他就累支架了。我婆婆哎呀妈一听就嘎过去。完我姑娘上别处去了以后，我婆婆就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，为什么要戳破孩子的梦？我说这有啥的呀？就之前那三个圣诞节，就他还小的时候，他完全信的时候，我也不跟你较这劲呢，就让他信去呗。关键他现在他不自己已经开始发问了吗？这不是好事吗？那你说如果我姑娘现在都8、9岁了，还这一套童话信的家浮溜的，那我就得领上医院看看去了，是不是说怀孕时候就误喝那瓶啤酒造孽了呢？我婆婆说她不同意，就是这些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是美好的，圣诞节的童话也是美好的。我作为一个妈妈，我应该努力去保护孩子，活在这种童话般的梦境中。我说但是孩子得成长吧，成长就是梦一个接一个破的过程。我第一个破的梦就是女大18变，一点没变。第二个破的梦就是有的人先长，有的人后长，我从来没长。第三个破的梦就是你与众不同，天上掉了个砖头砸着8个博士，走向社会该打脸打脸，该没钱没钱。而且我个人哈，就我个人就是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个人的心得不代表全部啊，就是我不怕该请的饭局不请的，也不怕该领的人情不领的，就怕那些该醒的大梦不醒的。自古英雄儿女长，细数谁家最悲凉。原有宋江楚霸王，尽说华妃何四郎。哪个武艺不高强，都是不醒梦太长。学名现实恐惧症，土名就叫鬼压床。这是从历史角度来分析，要是从生理规律来分析呢？久喝不停得痛风，久坐不起骨增生，久便不排长大包，久梦不醒人懵登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啊，就这些美丽的童话之梦哈，就是当乐就行，该醒就得醒。野上能娶到美女，你看人有多大房产；睡美人能等到王子，你看人睡得有多娇艳。你把这些大前提都去掉了，那就剩一个长得磕碜人成天睡到脑血栓。所以我和我婆婆在关于这个话题上呢，就永远达不成共识。这事儿也只能就不了了之，因为她也不是说针对我咋地，也不用因为这事造成啥矛盾。但是我呢，就对这种就是打造童话不敢碰，一生不醒公主梦，就这种现象，我是文化吧，我不是特别理解。你能理解不？